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不管你在哪儿，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男孩在花店里挑选鲜花，我猜想不久以后会有一个女孩收到这束花，他们大概率是情侣。大厂的程序员们在情人节加班敲代码，一桶泡面加火腿肠就是他们的晚饭。他们大概率是单身人士，逐渐不再与对方分享喜怒哀乐，甚至互道早安晚安都变成一种奢侈。他们大概率是纠结于要不要分手的恋人。我常常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3种：情侣、单身人士，以及纠结于要不要分手的人。前段时间闺蜜就属于第3种人，她经常在群里发问，我到底要不要分手？她的男朋友从来不在朋友圈透露半点跟她有关的消息，被追问的时候就打马虎眼，用没必要来搪塞。在对方的朋友圈里，闺蜜像个隐形人，在朋友圈中公开恋情，相当于变相地告诉自己身边的人，我恋爱了。在获取朋友祝福的同时，还可以给足对象安全感。闺蜜在乎男友的朋友圈里有没有关于自己的蛛丝马迹，实际上是在意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纳入她的生活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她的男朋友幽默大方、酷爱运动，是个标准的阳光男友。打分的话，大概是80，当然只是旁观者的角度。我记得当时有人在群里问她，我觉得你们俩还能再处处。闺蜜秒回，可是她不愿意在朋友圈公开我。我知道她要分手了。其实当一个人冒出要不要分手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当事人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。于是第3种人终究会变成第2种人。大学期间，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实习，某天下班到深夜，回学校需要搭公交车，从办公室到车站有一段略微曲折的路，没有路灯。我掏出手机给男友打电话，没有人接听。于是我打着手电筒快步走过，我掏出手机要给男朋友打电话，他没有人接。于是我打着手电筒快步地穿过那条黑漆漆的小路。10分钟之后，他给我发来语音，你刚下班吗？我在打游戏。他的语气里夹杂着网吧的嘈杂声。公交车上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得知我刚下班之后，连声嘱咐说这么晚了，一定要让男朋友去接你。我妈的这句话勾出了我心酸的情绪。加班好累，返校的路程好长，对方好冷漠。我在男友的对话框中停留了很久，删删改改，最后仍然打不出那句你可以来车站接我吗？我害怕他说不可以，我害怕他说真矫情，我害怕他说没时间，更害怕他直接忽视。对，我不敢让他来接我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明白我们的关系走到头了。当我邀请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，他说想回宿舍打游戏。当我邀请他一块儿去操场晒太阳，他说风太大不合适。当我邀请他一块儿去尝尝新开的那家螺蛳粉，他说他不喜欢吃粉。回到宿舍，我提了分手。于是我从第3种人变成了第2种，而这种变化往往只需要3秒。
所以你说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有人说跑几条街为对方买爱吃的豆浆油条，就是了。有人说是努力赚钱让对方住进大房子开上豪车，就是。有人说是3菜1汤让对方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快乐，就是。每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你感觉到对方是爱你的，那就是爱，相反就是不爱。所以你不需要向身边的任何人求证他到底爱不爱你。每个人都拥有爱人的能力，真正爱的人能够捧出100分的答案。而爱情的及格线、评判权是在你自己手中的。在爱情里，感觉不到的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感受不到的偏爱就是不爱。所以永远不要自欺欺人。他不需要多么会讲甜言蜜语，但一定要对你事事有回应。他不需要准备那么多昂贵的礼物，但一定要有认真的态度。他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达爱意，但需要不动声色地给足你安全感。人生很长，应该和值得的人一起，虚度短的沉默和长的无意义。